欢迎回到这系列的影片。在这一集里面，我们会介绍3种视觉化的图表，有 Rich Line Plot、Violin Plot 跟 Scatter Plot Matrix，都是前面在 Data Visualization 第1集里面的 Density Plot、Box Plot 还有 Scatter Plot，就是这几个的延伸。这个 Rich Line Plot 可以帮助你比较不同群体的分布。Violin plot 可以帮助你看就是数据的分布情形，还有它们的变异程度。最后是 scatter plot matrix 是适合用来分析多个变数之间的关联性。那我们就直接来操作看看。我们今天要用的2个资料题是 Movies 跟 Lego Sample，它们2个都是在一个叫 Open Intro 的 package 里面，所以我们就 library 这个 Open Intro package，并且我们告诉他我想要把我的电影变成资料集的形式，所以我用这个 data，然后把 Movies 丢进去，执行之后就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有那个电影的资料，然后一样就是 Lego Sample 也是。然后我们在右边的这个 environment 可以看到，就有我们的一些旧的资料和 Lego Sample 跟 Movie 这2个资料集，你可以点开看看。那这个 Lego Sample 的话，就是乐高玩具的资讯，就包含他们有几片、他们的价格、他们 Amazon 上面的价格，还有他们出产年份等等的。那电影的话，如果你忘记它在干嘛，你可以到 Help 这边打 Movies，然后就可以发现这些电影是在2003年释出的电影，然后有他们的评分，还有他们是限制级、辅导级、普通级等等的 ratings，然后他们的票房。因为我们今天会继续用资料视觉化，所以我们也会用到这个 ggplot2 的 package，所以我们一样就是把这个 package 汇入进来。汇入完资料之后，我们就进到我们第一个图形。今天我们是先用这个 rich line plot，然后用 movies 来当做范例。在我们进到这个 rich line plot 之前，我们可以先复习一下它的原型长什么样子。这个 rich line plot 的原型就是 geometry density 的图形。那我们执行看看，就发现它这边 x 轴是评分，然后 y 轴就是它们的这个分数的分布的密度。那我们这边颜色就是用不同 rating 去表示，有普通级、限制级、辅导级等等的去做分类。虽然我们有改变透明度，让它能够比较好看出来，可是毕竟它们还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 rich line plot 就是来解决这边的困扰。它有一个特别的 package 叫做 ggRidgets，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下载过这个的话，你就先打 ggRidgets，然后执行，等它一下。下载完毕之后，我们一样就是用 library 把这个 package 给汇入进来。通常我执行完这个 install package 之后，我就会把这一行给删掉，因为之后我们只需要再重复使用 library 把资料汇入就好，不用再下载。那我们就把上面的资料复制下来，然后我们这边不是 geometry density，我们还要加上 geometry density rigid。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 error，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rror 的内容是什么。他这边说我们少了 y 的 aesthetics，那 y 的 aesthetics 是因为我们可以往回看一下，就是这个 density plot 里面，我们的 y 轴是它的 density 本身，然后我们的 rating 是另外用颜色去区分的。但在 rich line plot 里面，我们会希望把原本这个 rating 丢到 y 轴上面，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指定 y 轴，告诉他我 y 轴希望是 rating。那我们再执行看看，就可以发现它就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y 轴现在就是用不同级别的电影去分，就是普通级、限制级什么的。比起前面的 density plot，它这边的 y 轴就是变成 rating。那我这边是希望可以调它的透明度，
那另外是在右边的这个 ratings， 因为我们左边 Y 轴已经有显示了，它右边就是说红色是 G， 紫色是 R 等等的。那我会希望右边的这个 rating 的 legend 也可以消除掉，那我们就用到上一次提到的 theme， 然后里面是legend position， 然后把它藏起来这样子。所以这样这笔资料就蛮干净的。当然你可以再加上别的主题，像是theme classic， 让它看起来更简约一点。不过就是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调整。那这就是 Richline Plot 它的呈现，可以完全想象它就是从 Density Plot 变形成这样子。它基本上就是把分类放到 Y 轴里面，然后拆开来看每一个不同类别底下的资料分布情形。接下来我们进到 Violin Plot， 那我们一样拿 Movies 来当做范例。那这边的话，我会希望它 X 是电影的成绩，然后 Y 是电影的分类的那个 rating。这边我 fill 跟 color 也选 rating， 可是其实单纯只是因为我喜欢看它这样子的颜色，你当然可以单纯只拿 fill， 或者是单纯只拿 color， 还是可以达成类似的效果。我们来看，它就会长成像这样。其实平常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长这样，这样子，这样就比较有没有那个小提琴的形状。所以呢，基本上它就是有点像 Richline Plot 一样，可是它就是把这边的分布就是往下移过来，变成这样。你可以改你的 XY 轴，如果你今天想要它们是这样垂直的话，你就是 Y 轴是 score，X 轴是 rating。不过如果你想要横的话，可以就 X 是 score，Y 是 rating 这样子。一样你可以把 legend 藏起来，因为我们的 ratings 这个轴上已经知道这几个电影的不同类别了，我们不需要再多一个告诉你说这些颜色分别是什么 rating。另外我们可以继续做的呢，是在 violin 里面，就是它现在都是实心的嘛，如果一样我想要改变它的可能透明度，我可以加一个 alpha 等于 0.4 好了，我们看看，它就是变得比较透明，就是里面的 fill 是透明，但外面这一圈 color 还是实心的。那如果今天我希望它宽一点，就用这个 width，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调宽，或者是你想调窄一点也可以， 0.5， 看看，它就变得比较细。如果没有任何指定的话，它应该就是1，就是它的预设值。另外就是除了这样子的小提琴图以外，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加上别层东西，可能可以加上 box plot。我们先直接这样跑看看，就发现它这边有一个疑似 box plot 的东西，可是因为它的 fill 跟 color 都是 rating， 所以它的颜色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只看得到一堆长方形。所以呢，我们要做的是先把它的 color 指定成 black， 看看，好多了，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就是那个 box plot 可能中位数在这，第4分位数、第3、4分位数跟一些 outliers。另外，因为我觉得第一是它太实心了，所以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透明度。第二是它太宽了，我不希望它盖住后面这个 violin plot 原本的样态。我们先来改变宽度。可以把它想成预设值大部分的时候都是1，所以如果我今天 0.2 的话，我们试试看，它就变得细很多。那另外一件刚刚提到就是我想要改变它的透明度， 0.2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比较好看到资料分布情形，还有它们的这些 outlier 的分布状况。这边觉得可能不要那么透明，因为我们这边
outlier 它还是有一些黑点点的。如果刚才调成0.2，它就会变得蛮淡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调深一点，也可以把小提琴图调宽一点，这样子就谁都不会挡到谁。那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可是之前一直没有提过，就是 ggplot 它这个 function 它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所以呢，假装我今天我把这个小提琴图放在 boxplot 图的下面这边，我们试试看，把小提琴图复制过来。就现在这边，在我执行之前，大家先看一下，这里目前应该是小提琴图在下面 boxplot 图在上面。然后我一旦执行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等一下，我先把透明度拿掉。好，我执行之后就发现，哎，为什么我的 boxplot 都不见了？可是你看这边有一些小小的点跑出来，就是其实是它原本的这些 outlier 的值，它现在被盖住了。那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把 violin 从 boxplot 的上面移到 boxplot 的下面，就是程式码的下面一行，就代表说我在画图的时候，它会先画 boxplot 这一张图，再画 violin 这一张图。所以当我这个 violin 是实心的时候，就是我没有把它 alpha 设成小于1的时候，我的这个实心的小提琴图就会盖住原本 boxplot 的图。像刚刚大家也看到，你可以单纯就是调整 violin plot 的透明度，但你这边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线其实是有点压过这个点点的，所以基本上这些 box plot 都是被压在这个 violin plot 下面。我会比较偏好是 box plot 在上面 ，violin 在下面，就可以看回来。我的这些点点就没有那么被压住了，就把它调成不透明的情况下，我们来看，它就是它的点点就没有被那些线给压住了。那这就是在 ggplot 里面它一层一层叠加的这种关系。像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最一开始在第一支视觉化影片的时候有讲到，如果我们单纯执行就是 ggplot 这一行，不管下面的东西，它一开始就会给我们一个空白的画布，所以呢，我们之后做的每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原本的这个画布上叠更多东西。所以你看，我如果加上这个 violin plot 的话，它就是先叠上一个小提琴图，然后最后我一起执行 box plot，它再把一个 box plot 叠上去。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希望你哪些资料比较放在前面的话，你就可以用这种改变它层级之间的关系去调整你的图片，变成你更想要的样子。那今天最后一张图叫做 Scatterplot Matrix， 从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是从 Scatterplot 衍生出来的。先帮大家复习一下 Scatterplot， 基本上它就是比较两个数值的变项之间的分布关系。我们让它的 x 是票房 ，y 是评分。AES。OK， 就大概长这样。然后之前我们会做的就是加上一条回归线，这是蛮基本的 Scatterplot 的样态。那我们今天这边呢是要讲它的变形。那在 Scatterplot Matrix 的话，我们需要另外一个 package 叫做 Ggalley。一样，就是如果你之前还没下载过的话，要先下载，然后再用 library 把它汇入进来。今天比较多的 package 是因为今天这些图片都比较像是基本图形以外的延伸，所以需要这些额外的 package。不过就是打几行程式码的事，我们就一样拿 movies 来举例。这边就不会像我们之前用这个 ggplot 这些 AES x 等于多少 y 等于多少 scatterplot matrix 它有一个特别的
打法，就是 GG pairs。GG 一样就是那个 Grammar of Graphics， 也是 ggplot 的那个 GG。那 pairs 就代表说我要就是成双成对的出现。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直接来看它画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就是我们选 columns， 然后找2个数量的变项，像是 box office 跟 score。我们就可以看到右边这边，它长得跟我们之前看的图都不太一样。第一，最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它一下告诉我们4个讯息。那我们先看左下角这个，就可以发现它就是我们前面做的这个 scatter plot， 它只是被缩成这样子。我们再看它的不同的 x 轴跟 y 轴。首先这边左上角这是 box office， 然后右边这个最上面这一条也是 box office， 所以左上角这一个图形代表这个 box office 的分布，然后下面就是它的数值，所以可以看到 box office 最多的分布可能是集中在23左右。在右下角这一个，它的上面这边对到的是 score， 右边这边对应到的也是 score， 所以这边就是 score 的分布。那我们可以看到，比起 box office， 这个评分其实相对来讲蛮接近常态分布的，不是那么完美，它还是有点偏移的状况。可是比起这个 box office 而言，它已经算是蛮常态的了。我们看到左下角这个刚刚提到就是前面的 scatter plot 的图，就是它把 box office 跟 score 每一个变成一个点，假装这个点它的是 box office 是340几，然后 score 是90几，像这一颗点，每一笔资料就变成一个点这样子出现。右上角这边呢，其实就是左下角这个图的相关系数，它就告诉你它们是0.424，然后3颗星，就是非常非常显著，所以基本上分数高和票房好是有关联的，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们至少是有关联的。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这2个参数都是 numeric variables， 就是代表说它们2个都是以数值的方式呈现，所以这边才能画成这个散布图。那假装我今天觉得2个不够，我想再加一个数值呢？我们拿 Lego sample 来举例。在 Lego samples 里面，它有一个栏位是它的价格，另外一个栏位是它在 Amazon 上面的价格。我们先单看这2个好了，就可以发现它非常非常的相关，就合理嘛。你定价越高，你在亚马逊这个平台上的价格应该也会是越高的。然后它们的分布也蛮类似的。那我们再加上一个叫做 mini figures。mini figures 应该是在乐高里面，我们来看看 mini figures 是在乐高里面的小人，就是有多少个乐高小人在这一组乐高里面。我们看看小人的数量会不会跟他们的价格之间有关系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一个像9宫格的图，这边是2×2，这边就是3×3。大家看到这个不要紧张，虽然它看起来好像很多资讯，不过其实没有，我们一个一个拆开来就可以比较好看出来。那首先我们可以先看最左上角这个，它是 price 跟 price 的结合，所以呢，基本上当你看到2个都是一样的变相的时候，就代表这一张图大概就是它们的分布图，所以就可以看到它们的 price 大概都落在10几20。那同理 Amazon price 这边也是它的分布，可以看到这2个分布就是非常类似，就像我们前面这2个分布一样，基本上是一样。然后最后是 mini figures 跟 mini figures 的分布，所以看到大部分的 mini figures 可能是2个，最多是2个，然后也有一些3个、4个这样子，有一些大于12个，可是蛮少的。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对角线这3个分布是什么意思了。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些散布图，
这边这一条散布图就是这个 price 跟右边这个 Amazon price 之间的散布图，就是前面这一张图的这个 scatter plot， 它只是把它贴在这边。那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蛮正相关的趋势。最左下角这边是 price 跟 minifigures 的散布图，所以也可以看到它也是稍微有正相关的趋势，就是你的 minifigures 那些小人的数量跟你的售价是有正相关的。这一张图呢跟价格很像，只是这是 Amazon 上面的价格，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分布非常非常类似。那也同理，就是 Amazon 的价格跟 minifigures 价格之间的关联。那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左边这个三角形，那我们看到右边这边的数字。同理，我们先看回前面，这个数字对过来基本上就是这一个 scatter plot 它的相关系数。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张图，也可以理解说这个相关系数就是 Amazon price 跟 price 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就是这一张图的相关系数，蛮高的。这个呢，最右上角的它就是 minifigures 跟 price 之间的相关系数，相比 Amazon price 跟 price 的相关系数其实低很多，就是从 0.8， 这边是 0.8， 但这边是 0.5， 可是它还是告诉你说这是显著的，就是它还是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存在。那 Amazon price 跟 minifigures 的相关系数也一样是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存在，就是这一张图里面。所以我们透过这个 ggpairs 就可以很好一次看到说这些不同变项之间的分布。在 scatter plot 里面会习惯想要加一条回归线嘛，我们一样可以在这边加上回归线。我们先拿两个变项来当做举例，我们这边是要输入一个叫做 lower 基本上就是指左下角这边给它 list， 这里面也是 smooth， 这里面的 wrap smooth 就可以把它想成这是在 ggplot 里面这个 geometry smooth 的意思。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ggplot， 我们是用 ggpairs， 所以它有自己的语法，那我们就是跟着它的语法，基本上就是把这一行抄过去就对了。那我们可以看看哦，它这边就多了一条这个我们想要的回归线，还有这个 arrow 范围。所以呢，两个变项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 lower 等于 list continuous wrap smooth 去告诉它说我想加上这条回归线。那同理，就是当你在处理三个变项的时候，我们也是用一模一样的方法告诉它，我们希望我们的图里面会有这个回归线，它就会很清楚的显示出来。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不同的分析方式，因为这边的 correlation 是 Pearson correlation， 那如果假装我们今天想要看 Spearman correlation 下面的相关系数值呢，那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再告诉它 upper， 就是 lower 是下面这边嘛，那 upper 顾名思义就是上面，也是告诉它 continuous 等于告诉他我的 wrap 里面我是要 correlation， 可是呢，我的 method 是要 Spearman correlation。这是我们跑出来的图，我们看左边这个它是838，往回看这个 Pearson correlation 它是823，在另外两个数值上也有改变，可是它的改变没有差太多，是因为这边的相关是蛮线性的，所以你可能用两个 correlation 方式算出来都会差不多。不过如果今天你的相关是有点曲线的，可能是一个倒 U 字形或者是一个 U 字形的话，那使用 Spearman correlation 就会比较可以去诠释你资料的相关性。所以这边就是看你需要哪一种分析方法，你就在这边打入哪一种 method。然后这边语法就是长这样，所以大家就可以照着打。我们刚刚前面都是在处理数值的资料嘛，那如果最后想要加上一个类别的资料呢，那我们一样拿 label sample 来举例，前面都一样 ggpairs，但我们这边要加入一个类别的资料是 size，
那在这里面 size 的话，它就是分 large 跟 small， 所以它就是一个类别变项，而不是数值。这边有一个 mapping 的功能其实就有点像前面的这些 ggplot， 就基本上是一个给你放入 aesthetic 的地方，所以告诉它我的颜色是要用我的 size 去区分， large 是一个颜色， small 是一个颜色，然后调一下透明度。在 lower 这边我一样想要请他帮我画那个回归线，但我在 upper 的地方我觉得用预设的 Pearson correlation 就已经足够了，我不用用到 Spearman correlation。好，我们执行看看，它就会跑出来这个有点眼花缭乱的图，不过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看。大家可以先看到最右边这一排就是 size， 它是跟其他长得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就是类别变项，所以它没办法跟这些数值去跑什么相关性。不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右下角这个就基本上是在数，有几个大的，有几个小的乐高，其他这三个就是 size 跟 price 跟 Amazon price 还有跟 minifigures 之间的 box plot 它的分布情形。然后左边这9张，这个9宫格就是像我们前面的这个 scatter plot 还有 density plot 跟 correlation 的呈现一样，它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这些 price 跟 price 之间的价格，可是呢它再多了一个变项，就是大的跟小的，所以大的话是粉红色，小的是青色，它就帮你画出2个不同的分布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好看到它们的分布的差异。然后这边一样是画出它们的分布图，然后帮你用不同颜色做出不同的回归线，所以可以看到可能 price 跟 minifigures 的关系图中，在小的乐高中，它 minifigures 跟 price 的斜率关系比较强烈一点点，比起大的乐高，它的 price 跟 minifigures 之间的关系就稍微比较弱一点点。那我们在这边的相关系数也看得到，就是一个是0.527，一个是0.571。那下面这边就是计算 size 的数量。所以呢，我自己是会建议画图的时候，可以先从前面提到的可能 density plot 或者是简单的 box plot 或者是 scatter plot 这些先去画出来，不用第一次就试着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挤在同一张图里面，因为就你所看到的，它有可能会变得很眼花缭乱，然后如果没有一个一个去细看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话，很有可能会让你找不到你真正想要找的东西，失去了你跑这个资料视觉化的意义。所以呢，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好可以一次呈现所有资料一目了然的方式，不过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个觉得比较适合的资料分析方式，可能你觉得你单纯想看 Amazon price 跟 price 的密度图和 scatter plot， 那其实你就不用把整个跑出来，你就先单纯针对你有兴趣的资料去跑，跑完之后如果你觉得还有这个需求，再把它们统统跑出来也不迟。所以今天我们的影片就是提到了 Ridgeline plot、Violin plot 跟 Scatter plot matrix， 它基本上就是前面介绍过的 density plot、box plot 还有 scatter plot 的延伸。在使用上会建议大家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如果到后面觉得想要更进阶，或者是你想要一次看到所有的话，再来试试看这些延伸的视觉化方式。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可以帮我点一个赞，然后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再见。